大家好，我是斐青，欢迎来到斐青有话说。在这里，我将揭示成功路上的秘诀，引领你走向财富和自由的彼岸。为了发财致富，我琢磨了许多办法，也尝试了好几次，但是都以失败告终。看来我这辈子是与财富无缘了，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可能稍加留意，你就会发现现实生活中经常充斥着诸如此类的话语。很多人因为出身贫寒或者追求财富的过程中遭遇挫折打击，而早早地向命运低头，自甘平庸。很显然，这样的人都是典型的宿命论者，他们认为自己的命运是上天早已注定好的，不可改写。在这种潜意识的作用下，就安于现状，不思进取，心甘情愿地被命运安排，却从未想过主动出击，用自己的双手去改变命运。如果你再稍加注意，你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规律：发出此类感叹的人往往都不愿努力，不思进取，这的确难有出头之日。对此呢，另一类人则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，他们坚信命可改，运可造，一切皆有可能，自己的命运全凭自己来缔造和掌控。说到这里，我想给大家讲一则寓言故事。上帝的使者来到人间，恰巧遇到一个算命先生正在给2个孩子占卜预测前程。只见算命先生指着其中一个孩子说：“你将来肯定会成为状元。”接着又指向另一个孩子说：“你注定是当乞丐的命。”20年后呢，上帝的使者再次来到人间，他找到当年的那2个小孩，想验证一下算命先生预言的是否正确。然而结果却令他大吃一惊，当年被预测成为状元的孩子，如今已沦落为流浪街头的乞丐，而当初断定是乞丐命的孩子反而成了状元。使者百思不得其解，便找到上帝询问答案。上帝回答道：“我赋予每个人的天分只决定他命运的1/3，而其余的2/3则在于他个人的把握和掌控。所以说，先天环境的好坏不足喜也不足悲，成功的关键完全在于一己的努力。最终决定一个人命运的，不是来自外界的操纵，也不是上天的安排，而是出于对自身的把握和掌控。”我想这不仅仅是一则寓言故事，很有可能这样的事儿也发生在你我的身边，更甚者就发生在你我的童年。就像上面故事中被预测成为乞丐的那位状元一样，或许他的先天条件并不占优势，或许他的出身并不那么高贵，但这都不是决定他命运走向的终极因素。他之所以能够打破算命先生的预言，必然是他抗争命运，掌握命运的结果。试想，如果他听信了算命先生的话，认定自己是乞丐命，因此屈服于命运，不做任何抗争与改变，那么20年后摘得状元桂冠的人还会是他吗？我想肯定不会。不仅不会，他还可能真就应了算命先生的话，成了一名乞丐，稍微好点也可能是数米过日子的穷人。同样，一个占有先天优势或者出身高贵的人，如果没有很好的把握掌控自己的命运，也终究会一事无成。可见，对于命运不同的态度，是决定一个人走向穷还是走向富的指向标。纵观中外历史，大多数有钱人并不是生来就拥有富裕生活的，他们很多都出身寒门，也曾经经历过穷困潦倒。之所以能够完成华丽转身，就是因为他们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，不甘于受命运的摆布，认定自己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。在这里，咱们就说说今天的主人公李嘉诚。李嘉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李嘉诚出生于广州潮州市一个贫困家庭，童年过着艰苦的生活。11岁那年正逢战乱，李嘉诚随父母到香港避难，一家人寄居在家境富裕的舅父庄敬安家中。然而祸不单行，没过多久，李嘉诚的父亲就因为劳累过度，不幸感染肺病去世了。父亲的离世使全家人都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，尤其对于李嘉诚的母亲来说，这更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。家中的希望已经不在，未来应该何去何从呢？这个时候，李嘉诚并没有因为家里的悲惨遭遇而向命运屈服，为了养活父母和3个弟妹，并且不依赖他人的救济，
身为长子的他决定辍学，用稚嫩的肩膀挑起了家庭的重担。李嘉诚最开始在舅父庄敬安的中南钟表公司当倒茶扫地的小学徒，在这儿他学会了察言观色、见机行事。后来因为不愿意长期寄人篱下，19岁的李嘉诚就到了一家五金制造厂以及塑胶袋制造公司当推销员。由于业绩出色，李嘉诚第2年就晋升为了部门经理，不久后又被提为了公司的总经理。在这段推销的生涯中，李嘉诚克服了现实中遇到的重重困难和挫折，不断丰富自己的商业知识，结交各界朋友，为自己日后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1950年夏天，22岁的李嘉诚把握时机，用平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，创办了自己的第一个工厂——长江塑胶厂。1957年，塑胶厂开始生产塑料花，到1964年，李嘉诚就赚到了数千万港元。长江塑胶厂随之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塑料花生产基地。李嘉诚呢，也因此获得了塑料花大王的美誉。此后，李嘉诚又抓住时机，涉足塑料玩具、房地产等行业，最终缔造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。面对贫寒的出身和不幸的遭遇，很多意志薄弱的人会认为是造化弄人，命中注定如此，从而提前缴械投降，最终一生都无法摆脱悲惨的命运。然而并不是如此，当我们面对命运的不公时，我们必须挺身而出，迎接挑战，成为勇者的先锋。社会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舞台，成功往往青睐于那些勇于拼搏的人。如果你发现自己身处社会底层，受尽身边人的连续打击，冷嘲热讽，不要沉沦，更不能放弃。学习一下李嘉诚的奋斗精神，奋起反抗，挑战命运的安排，然后自己扪心就说一句话：永远不要妥协，永远就是不服，就是要干出一番成绩来。就像一部动漫电影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里面所说的那样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或许命运给予我们不公，但是我们拥有自己的选择权，我们可以通过努力和坚持改变现状，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。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勇敢地冲锋，让奋斗的火花点燃前行的道路，让自己的命运由自己掌控。